二战黑科技，世界首架实用化的喷气式轰炸机。在二战期间，德国贡献了不少黑科技。抛开那些白罗皇女战神飞碟、别龙采圆盘、太阳炮等没有造出来的武器，还有一些实战化的武器，比如喷气式战机 M1262、喷气式轰炸机 AR-234。而这期视频的主角就是 AR-234。就性能而言 ，AR-234 完全不在乎盟军的防空系统与活塞式战机，可以自由出入盟军占领区。执行侦察任务时，盟军战机的飞行员只能看着 AR-234 在己方空域飞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它出现一些机械故障。问题来了 ，AR-234 的性能到底有多强？实际作战时又取得了哪些战果？二战爆发之后，为了保证空中优势，战争双方都加紧研制喷气式或者火箭发动机飞机。在航空领域，德国属于当之无愧的王者。虽然英国人弗兰克·惠特尔属于公认的航空涡喷发动机之父，但却是德国最先将这项技术实用化。1937年9月，德国第一台涡喷发动机诞生，由冯·奥海因设计。1939年8月，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机 H-178 首飞成功，也是 M1262 的原型机。除了 M1262 之外，德国还研制了世界首架实用化的喷气式轰炸机 AR-234 闪电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50公里，航程超越1400公里。单论这个数字，大家或许没什么感觉，毕竟当下的轰炸机无论是航程还是速度都要远超这个数据。但是在二战期间， AR-234 凭借以上性能，可以自由出入盟军占领区的上空，对目标进行轰炸或者侦察盟军的动向。其最有名的战绩就是炸毁鲁登道夫大桥。不过在最初的时候， AR-234 是作为纯粹的侦察机设计的。1940年秋季， M1262 的原型机已经实现首飞。为了获得更好的空中优势，加强侦察能力，德国航空部提出研发喷气式高速侦察机项目，要求研发一款航程超过2200公里、时速超过800公里的侦察机。这个放到现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指标，在当时属于一个大坑。德国航空部要求这个侦察机需要采用最新的涡喷发动机技术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这款新发动机，也就是之后的 GOM-004 还没有研制成功，所以发动机的性能、推力、重量，甚至是最基础的尺寸都是问号。这就相当于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，做饭时发现锅没了。也正因如此，包括荣克斯在内的飞机企业都选择放弃，就只有一家公司，也就是阿拉多公司选择了竞标，并提出了 E370 计划。也不知道阿拉多公司是怎么设计的，硬是在没有发动机的情况下提交了一个设计方案。据说在设计过程中，荣克斯公司阶段性的向阿拉多公司提供了各种发动机数据，这或许是航空史上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发动机的供应商对飞机设计者提要求，真是倒反天罡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。阿拉多公司估计这款飞机的最大速度为每小时830公里，航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。虽然航程没有达到德国航空部的要求，但是这个数据也相当不错了，可以击败盟军所有的战机，并肆意飞越英法上空进行侦察。于是航空部订购了2架原型机，并定名为 AR-234。原型机的建造在1941年年底就基本完成了，但荣克斯的 GOM-004 发动机还没有准备好，一直等到1943年2月，发动机才准备就绪。同年7月30日 AR-34V1 原型机首飞，采用上单翼双发吊舱设计，这些还算正常。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起落架，起飞靠小车，降落靠滑橇。AR-234 的起飞主要依靠机腹下方的可抛式3轮小车，降落则是依靠机腹与机翼下方的3条滑橇。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飞机的重量，并增加飞机的载油量，就是用起来比较麻烦。在进行首次飞行时， AR-234 计划在高度600米时抛下3轮小车，但是小车降落伞没能打开，最终被摔坏。第二次试飞时也是如此，之后设计人员又改为 AR-234 升空时立刻脱离小车。改成这种降落方式后，距离变短，小车顶多磕磕碰碰，但问题是滑橇式降落不行，成功率不是很高。在第3次试飞时， AR-34V1 就因为降落失败而严重受损，被迫告别蓝天。在 V2、V3 试飞时，也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了不少意外。不过起降方式虽然奇葩，但 AR-34 的飞行性能却很强，时速一度达到895公里。在二战期间，可以藐视所有的盟军飞机，而且这种奇葩的起飞方式也只是暂时的。
在 AR-234 原型机试飞之前，德国航空部技术处就不看好这种独特的起降方式。除了成功率不高之外， AR-234 在着陆之后还需要花费20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被放到3轮小车上。在此期间，飞机没有移动能力，一旦遭遇敌方攻击， AR-234 就是一个靶子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于是航空部在1943年1月的时候就要求阿拉多公司在 AR-234 上装备常规起落架，最终也成功了。阿拉多公司将 AR-234 的机身扩大，以安装主起落架舱，机身中部的油箱也被取消。载油量的减少则通过加大机身前后油箱的容量来弥补。1943年2月9日，带起落架的 AR-234 开始建造，也就是 AR-234V9 与 AR-234V10。与此同时，德国轰炸机机队也对 AR-234 很感兴趣，于是阿拉多公司又对设计进行了修改，使其可以在机腹中央和发动机吊舱下挂载炸弹，后期发展成了 AR-234B。按照阿拉多公司原本的计划，打算生产2种型号的飞机， B1 侦察机与 B2 轰炸机，但最终只有后者量产。所有的侦察机机型都是在轰炸机的机身上加装套件而成。就性能而言， AR-234B2 既可以像俯冲式轰炸机那样进行俯冲投弹，瞬间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980公里，也可以像普通轰炸机那样进行水平投弹。实际作战时，侦察型号的 AR-236 可以无视盟军的防空系统，随意进入占领区，在1944年下半年肆无忌惮地在诺曼底与英国飞行。1944年春季， AR-234 进行多次试飞后，已经初步具备作战能力。德国空军开始考虑使用 AR-234 对准备登陆法国的盟军实施侦察。在这个时期，传统的活塞式侦察机速度很慢，很难在英国上空全身而退。M1262 的航程又太短，只有1000公里，无法承担侦察任务。于是 AR-234 就派上用场了，开始对盟军进行试验性质的侦察行动。事实证明 AR-234 的确很强，进行侦察测试时，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950公里，飞行距离达到1430公里。相比盟军同时期的活塞式发动机， AR-234 的巡航速度要比他们高出100公里以上，很容易利用速度优势逃脱。装备 AR-234 的侦察机作战单位分别被命名为麻雀特遣队与长矛特遣队。1944年8月2日 ，AR-234 完成首次侦察行动。1944年11月底，飞越马斯河对盟军进行侦察，为即将到来的阿登战役搜集情报。就实际情况而言，如果只是单纯的用于侦察，负责拦截 AR-234 的盟军战机只能望之兴叹，除了期待 AR-234 出现机械故障外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负责进行轰炸的 AR-234 则隶属于德国第76轰炸机联队，这是德国最老的轰炸机作战单位之一，成立于1935年，曾参与波兰战役、法国战役、不列颠之战以及巴巴罗萨行动。1944年6月7日，第7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前往阿尔特纳的阿拉多工厂，等待接受喷气式轰炸机。换装训练呢也很简单，飞行员先在 FW190 战机上进行一些常规飞行，之后驾驶几次 BF10 与 HE111 后，直接改飞 AR-234。很明显，这些简单的训练无法满足飞行员换装 AR-234 的需求。由于飞行员已经习惯驾驶速度较慢的活塞式战机，很难适应 AR-234 这种喷气式轰炸机。在降落阶段，飞机经常冲出跑道。按照原计划，训练阶段仅需持续12周，但由于训练出现的意外，第3大队到12月21日才出具战地。1944年12月24日 ，AR-234 首次执行轰炸任务，但是在次日就遭到英国风暴战机的拦截，轰炸机被重创，在荷兰紧急迫降。1945年初，第76轰炸机联队逐渐完成 AR-234 的换装，主要作战目标就是烈日与安特卫普周围的盟军部队。主要战术就是小角度俯冲轰炸。相比较侦察型号、轰炸机型号的 AR-234， 巡航速度降低到了每小时700公里左右，相对来说更容易对付。加上俯冲轰炸的战术为 AR-234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。1945年2月24日，一架 AR-234 作战时被美军的 P-47 战机击落，德国飞行员成功逃生，但飞机被盟军缴获。这是第一架落在盟军手里的 AR-234。不过这些小缺陷并不能掩盖 AR-234 的战绩。其最大的成果就是摧毁鲁登道夫铁路桥。1945年3月，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铁路桥被美军占领，此时的德国陆军已经无法夺回该桥，只能将其摧毁。为此，德国空军派遣了大量飞机对其进行轰炸。德国第76轰炸机联队的 AR-234 全员出动。此外，德国还动用了卡尔旧炮以及 V2 火箭，但美军已经部署了大量战机与高炮部队掩护鲁登道夫铁路桥。9天内，美军宣称打下145架德国战机。卡尔旧炮与 V2 火箭都因为精度问题而无功而返。最终，在 AR-234 自杀式攻击下，
德国以损失4架 A234为代价摧毁了鲁登道夫铁路桥。在此之后 ，A234 仅执行了一些小型战术轰炸任务。就战绩而言，在二战期间，闪电这个词被很多国家来命名不同类型的飞机。但是很明显，在盟军占领区肆无忌惮飞行的 AR-234 更符合这个词。直到1945年春季 ，AR-234B2 在生产210架后停产，被更先进的 AR-234C 取代。就性能而言 ，AR-234 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比如机身狭小，只能容纳1名飞行员。如果是执行侦察任务，那还可以接受，但是执行轰炸任务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不仅要操控飞机，还要完成投弹，在被敌方战机攻击时还要完成自卫。这一系列的操作导致飞行员投弹的准度较差。至于载弹量，大家看看就好。AR-234 只能携带 1.5 吨的炸弹，对于一款轰炸机而言，着实有点低了。但是呢，这也没办法，毕竟 AR-234 本来就是一款侦察机，不能对其提太高的要求。此外，在自卫方面 ，AR-234 有一定的缺点，完全没有向后的视野。于是德国工程师再次脑洞大开，安装了一个后视潜望镜，就是那种类似于坦克的潜望镜，还在机身后面加装了2门 MG51型机炮，用于向后射击。只是实际情况证明，这种自卫系统的效能并不好，前线部队在使用时都会将其拆除，以减轻重量。对于 AR-234 而言，速度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。还有就是 GOM004 发动机的可靠性太低，在运行10小时后就要进行维护或者更换，无法适应二战这种大规模消耗战。发动机的缺陷加上 GOM004 需要全力供应 M1262， 德国又推出了 AR-234C3， 用来替代 AR-234B。该机属于一款4发重型轰炸机，并于1944年首飞。发动机则换成了 BMW003， 总推力增加，性能也有所改变，空速快了 20%， 载弹量比 B 型提高1倍。只是 BMW 发动机的可靠性也不行，在进行试飞时，甚至出现了4台发动机同时熄火的情况。虽然后期更换了 BMW003A， 但具体情况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二战结束前，一共有14架不同版本的 AR-34C 完成了原型机，其中包括轰炸机、武装侦察机、夜间战斗机以及重型轰炸机，但最终都没能量产。德国空军一共订购了3810架不同型号的 AR-234C， 但一直到战争结束，只有19架 AR-234C 完工，其中大部分被苏联缴获，只有很少一部分在战争结束前被补充到第1补充轰炸机联队第1大队与第76轰炸机联队。除了 AR-234C 之外，德国还计划研究双座轰炸机 AR-234D、重型战斗机 AR-234E 以及代号夜鹰的夜间战斗机 AR-234P， 还计划将 AR-234 改装为火箭动力高空侦察机 AR-234R， 但是都停留在构想。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 AR-234R。按照德国的想法， AR-234R 最开始先用一架 H-177 的牵引升空，二者在8000米的高度上分离，然后 AR-234R 依靠自身动力爬升至17000米的高空，最后再进入无动力的滑翔阶段。最离谱的是 AR-234R 的降落方式与原型机类似，滑橇式降落。如果飞行员对自己的着陆技术没有信心，也可以用 AR-234R 自带的降落伞着陆，看上去还可以，但是 AR-234R 在被释放出来之前，飞行员是没办法出来的，它是趴在飞机里面，如果出现意外情况，飞行员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总的来说，由于服役时间较晚，数量较少， AR-234 与 M1262 一样，都没能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。加上由于后勤保障、燃油供给以及制空权丧失等原因，在有限的作战记录中， AR-234 有数架被活塞式战斗机击落。不过在二战之后， AR-234 被盟军瓜分，作为一个航空史上的先驱者， AR-234 为后来的喷气式轰炸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，这也算是另一种成就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AR-234 的性能如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